低因咖啡是骗局吗？创造低因咖啡的人，原因是其父亲死于慢性咖啡因中毒。咖啡因，一种让人着迷又让人害怕的物质。咖啡凭着独特的香气以及提神两大优势，成为了世界3大饮料之一。早上起来喝杯咖啡，成为了很多上班族的生活习惯。而咖啡因是咖啡中起到提神作用的主要物质，也是人们喝咖啡成瘾的罪魁祸首。那么咖啡因究竟会不会影响健康呢？适量咖啡因可用来减轻身体疲劳，减轻睡意，保持清醒。较高剂量下，刺激作用会变得过度，并导致一系列症状，如被称为咖啡因中毒的身体和精神障碍状态。症状诸如紧张、烦躁、不安、失眠、头痛和心悸等等。而当日摄入咖啡因量达到1到1.5克时，便有可能引起咖啡因中毒。一杯咖啡平均含有100毫克的咖啡因，一天饮用在10杯以内，一般不会中毒，但是也因人而异，适量即可。什么叫低因咖啡？一般采取的标准是这样的：经过低因处理的生咖啡豆，所含咖啡因重量不得超过生豆的0.1%，粉末状低因咖啡不得超过重量的0.3%。那么低因咖啡是如何诞生的？上世纪末，喝咖啡的风气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人人都把喝咖啡当成一种时尚。据说贝多芬每次喝咖啡都要一次性煮60粒咖啡豆，如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咖啡的喜爱。但也许正是这种无节制的摄入咖啡因，使这些人发现了咖啡因的种种副作用。但是咖啡的美味又让他们无法放弃咖啡。于是在1905年，德国的 Ludwig Roselius 开发了一种脱咖啡因的工艺，第一次将低因咖啡送到人们面前。其原理是以水和各种酸性物质蒸咖啡生豆后，再以苯作为溶剂溶解咖啡因。但是苯是致癌物，这个方法很快就被人们放弃了。现在主流的脱咖啡因方法有3个。一、瑞士水处理法。这个方法是性价比最高的，其原理是将咖啡豆泡在热水中，溶解出咖啡因以及一些其他物质，再用活性炭过滤掉热水中的咖啡因。此时热水中没有咖啡因，这个热水循环使用，也叫瑞士水，就可以在保证咖啡因提取出来的同时，而尽可能的保留咖啡大部分的香气。二氧化碳法。做法是把浸过水的咖啡生豆放在充满高压二氧化碳的萃取容器中，让二氧化碳与咖啡因结合，咖啡因会随着容器降压而被抽走去除。3、溶剂法。这种方法要使用有机溶剂，例如2氯甲烷或乙酸乙酯，先把咖啡生豆沾湿后与溶剂结合，萃取咖啡因，后再以蒸煮方式把咖啡豆上的溶剂去掉，最后将咖啡豆干燥到原本的水分。3种方法各有优劣，二氧化碳法可以一次性处理大批的咖啡豆，但是成本高。溶剂法由于用到的都是有机溶剂，大多可燃或对身体有害，操作过程需严格把控，但是成本低。瑞士水法据悉是最有效率和最大限度保存咖啡风味的方法。那么低因咖啡好喝吗？低因咖啡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咖啡豆的质量和烘焙，而不是咖啡因。但是使用化学物质去除咖啡因，的确会造成某些香气的丧失。咖啡豆中赋予某些独特风味和香气的天然化学物质也会在加工过程中被破坏掉。低因咖啡的市场。这篇报告显示，2021欧洲低因咖啡的市场价值估计为27.3亿美元。根据该报告，预计到2031年，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将达到53.0亿美元。到2031年底，低因咖啡市场的产量预计将达到193万吨，低因咖啡市场的价值将超过148.3亿美元。人们最初喝咖啡就是因为咖啡因具有提神的功效，那时的咖啡药用价值大于食用价值，而到了现在，人们对于咖啡的依赖从咖啡因转向了它的味道。也许有一天会出现没有咖啡味道的咖啡也说不定。